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山西的临汾。那山西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一个面食大省，有各种各样很多面啊。但是来到临汾呢，有一碗面，哎，你是一定要尝一尝，就是牛肉丸子面。那这个面啊，在大街小巷非常的多，临汾遍地都是。咱吃一个老店啊，是本地人都很喜欢的，是这个白老三。这一套17，我要的这个呢是特辣的一个中碗的，还加了麻花进去。当地人啊都爱吃这个麻花泡进去，然后配的是啥呢？太钢汽水，来到这儿必喝的啊，山西特色。哇，气儿足啊，看起来特别的有食欲。你看红红的牛肉丸子面，牛肉丸子面，牛肉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一片、两片。3片，这底下还有，其实这个肉还是挺多的。这就是丸子啊，这就是牛肉丸子和面。很多人一听这个牛肉丸子面啊，以为是牛肉丸子啊，这不是这种广东什么潮汕这种牛肉丸啊，人家就是丸子。这个丸子呢，它其实是素丸子啊，先搅一搅，因为这个颜值啊实在是太棒了。你看这个颜色，哇，得往前一点，我就害怕这个牛油溅出来了。你看这个红汤上面满满的是辣椒油。太香了，哇，是不是非常有食欲？哇！首先入口啊，这个面它是碱面，吃起来比较硬，而且啊，它是粗的那种口感，就很有咬头，质感特别的棒。然后就是辣，确实是辣，我要的特辣，特别过瘾。感觉像襄阳牛肉面和兰州牛肉面这个结合，再尝上这个泡麻花，你看这个麻花一看就泡的到位，里头这个馅儿啊，没吃就知道是硬硬的，外头就很软。看，里头这个馅儿还是白的，双倍的碳水，双倍的快乐呀！尝尝丸子，这个丸子啊小小的，让我想到了这个西安的肉丸胡辣汤里头那个丸子，特别像，但是这个它是素的。这个牛肉它是卤牛肉，直接切片放进去的，哇，就是有点香，重口味美食啊，这辣椒非常的呛。这碗面我觉得是挺好吃的，但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习惯这个味道，这就是为啥啊？这临汾的牛肉丸子面啊，就很难走出临汾。你看这山西这么大，那很多地方人都吃面啊。这个面呢，放到太原啊，那很多太原人都接受不了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就可以说是巨咸巨辣的那种口味，重口味。尤其这个辣，其实山西啊，这个吃辣并不是很厉害，但这碗面呢就很特殊。汤非常的浓，它这个面啊
是怎么区分这个辣度呢？就是上面这个油啊，油多一点啊就是特辣啊，中间呢就是中辣，还有就是微辣。哎呀，你看太着急了，吃这个面啊，哎，一定要吃蒜。为啥要吃蒜呢？就是因为这个蒜啊，它能够解腻，这上面牛油太多。吃面不吃蒜啊，等于没吃蒜啊，不是啊，这个香味儿要减一半。你看我旁边的大哥啊，这面还没上呢，就先剥蒜了。真的是一口面一口蒜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神仙说：“我去你奶奶个腿儿，还想当神仙呢你！”哎呦，真的要吃蒜！这一吃蒜啊，这碗面啊，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，就升级了，好吃。我看人对面大哥啊，加点醋。你看来到山西啊，咋能不吃醋？是不是？加上醋再拌一拌。刚才是麻辣，现在是酸辣。这个面呢，它是回族美食啊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它就是从回民朋友经常吃的这个牛肉面演变而来的。这也不知道这是谁研究的，加这么多辣椒进去，现在呢成了临汾的这个城市名片，就来这儿必须要尝一尝的。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！来到临汾呢，你可以不吃饭，但是一定要拉屎，不是一定要上厕所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临汾的这个公厕文化做的那是相当的棒。一个呢就是多，人家是哪儿人多往哪儿建，方圆500米之内啊是必定有厕所。还有呢，就这个厕所设计也是非常的新颖、漂亮、独特啊。比如说有的这个外立面像水立方，还有像窑洞的，还有呢长得像个城墙一样的。再看我身后这个厕所，这是5星厕所啊。如果不写这几个字啊，你以为是饭馆呢？这一看就瞅着像卖辣条子的。进去你才发现，人家是只管出不管进。见没见过这么大的奖杯啊？中国公厕第1品牌，谁给颁的奖呢？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。好家伙，我一直以为这迪拜是管石油呢，还管着厕所。这样的厕所呢，是谁用谁知道。那来到临汾啊，它除了公厕做的比较好之外，公交车做的也很棒。在大街上你会看到很多比较可爱、设计独特、很新颖的这个公交车，装饰特别的漂亮。就来到这儿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被精心的设计过的。那很多第一次来到临汾的朋友啊，是好感满满。这包括呢，这走街串巷，这运垃圾的这个垃圾车，哎，人家都有属于专属的这个临汾 BGM， 唱一段送给大家。我在临汾爱着你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临汾的洪洞县。这个洪洞县呢，普通话这个发音啊，应该是洪洞县，因为这个字儿呢就是山洞的洞。但是这里的人是地涕不分，把这个洞就念同的音，所以叫洪洞县。我一说这个地名啊，那很多朋友就说，哎，这洪洞县在哪儿呢？我是第一次听啊，其实错了，你肯定听过。为啥？因为我唱一句京剧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就是这个洪洞县。哎，要说到京剧呢，阿星啊高低也能给咱整2句啊。玉堂春，苏三起解，
有钱的捧个钱上，没钱的就滚一边去，不是没钱的捧个人上是吧？京剧调高啊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业无心内，参国王的君子听我言，那一位去往南京，专与我那三郎把信传，就是苏三把命断来生做犬马，我当报还。哎呀，这京剧啊，要说就难唱，这使不上劲儿，你看。右主接地一边看一点。咱们这儿祭拜的时候，男士左手包右手，大拇指收回来。拜下去的时候，手心向上，手背挨于垫子，额头喷手心啊！来，举高虚额拜，一拜全家平安健康，再拜家族兴旺，财源广进，三拜子孙成才，步步高升。好，起身，再鞠个躬。好，礼成。问我祖先在何处？山西洪洞大槐树。那为啥啊，在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呢？哎，就是因为啊，说这句话的人，他的祖先啊，有可能就是从山西的洪洞县移民出去的。因为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啊，全国各地啊，因为这个战乱还有灾祸的原因啊，很多地方人口锐减。但是啊，在自古比较富饶富庶的这个山西地区啊，人口比较稠密，比较多。所以啊，当时这个朱元璋啊，就一纸下令，就是为了全国这个人口均衡的发展啊，就准备把晋南地区的人移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。这就是长达50年，移了18次，移出去100多万人的这个明代移民政策、移民历史。当时的这个移民局呢，就设在广济寺里大槐树下。那为啥要选择在洪洞县呢？就是因为洪洞县周围啊，这里人口非常的稠密。但是啊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所有这一切啊，都是后来修建的。为了方便全球的这些华人啊，来到这儿是寻根问祖。那以前的这些古建筑啊，全都没了。好，第二幅移民系列还是捧槐手地下摆山戏，啊，你看过吗？这个移民政策一出来，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走的，为啥呢？谁愿意远离故土、远离亲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朝廷就想了一个损招，啥损招呢？就一纸号令下去啊，就这么说的啊，是不愿意移民的啊，就在这个大槐树下集合啊，写上你的名字、家庭住址是吧？按个手印，然后愿意移民的，你在家等着，等通知就行了。这好家伙，10几万人呼啦一下都不愿意移民，都来这儿了，把字儿签好了，按上手印了，结果朝廷脸一翻。就是谁只要签了字按了手印了，必须移民走。这一下，好家伙，这哭爹喊娘的，大家都不愿意走。实际上，这些人啊是被押走的，就跟犯人一样，强制走的。你看这儿啊，看这个表情啊，你看这可怜的，穿的也是破衣烂衫啊，袒胸露乳。这是谁呢？啊，这就是你的祖先啊。你的祖先被绑了，在这干啥呢？拿个小刀，划甲。划甲啥意思呢？朋友们，你现在把鞋脱了，看看你的小脚趾这个指甲盖，如果是分两半的，中间有个竖线的，有可能你的祖先就来自这里。为啥呢？看这里啊，这些官兵啊，防止你逃跑，出发的时候呢，要把你的小脚指甲盖啊拿这个刀划一刀子。为啥要这样子？一呢，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一看你就是从这个洪洞县移民出去的人，然后就是这个脚划烂了。你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你也跑不远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这些都是民间的传说，都是瞎掰的。因为这些伤痕啊是不能在基因里头遗传的。如果你的家乡方言啊，上厕所叫解手，有可能你的祖先就是从这儿出去的。为啥呢？是压着从这儿出去的。这个官兵压你的时候，跟一串蚂蚱似的，要把你这个手绑起来。那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？你就得给这个官老爷说，官爷解开我的手，我要上厕所。这简称啊，久而久之就叫解手。那有的人就说了，我不解开也能上，
你那叫窜稀啊，来的太快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五湖四海的这些华人啊，来到这儿是开开心心的寻根问祖。但是在当时呢，这些移民走的时候，其实啊非常的惨，可以说是人间悲剧。为啥呢？你比如说家里头5兄弟都要移民，这5兄弟呢不能移到同一个地方，这就是为了怕在一个新的地方凝成一股新的势力。这5个兄弟啊要移到5个地方，这家里头就把一个大铁锅、大黑锅砸成5瓣儿，一人1半儿，为了日后好相认。但实际上这日后啊可能永远见不着了。你说是不是人间悲剧？还有把桌子砸几瓣的，还有呢把电视机砸了的啊，把洗衣机、冰箱砸了的。还有把这 PS 手柄，这俩手柄，这兄弟俩一人1个啊。其中这个老二不愿意了，说：“你偏心不行，那老大那个好着的，我这个手柄不灵了。”你看。来到洪洞县呢，有美食3件套，一定要尝一下：钵糕、蒸饭，还有酥肉面。那看我身后这个环境啊，非常的乡土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镇，听说呢这些美食啊，在这个小镇上做的不错，咱来尝一尝。这会儿可以吃啊，钵糕、酥肉面。钵糕是什么馅儿的？素馅儿啊，只有素馅儿是吧？腌菜。哦，只有1个馅儿是吧？来2个钵糕。待会儿这人家带30个，带30个。对，那不着急，不着急。 50个。啊？要50个。要50个。不打电话你订的。哦，打电话订的。那行，我不着急，我在这等着吧。我要俩。好家伙，要50个！看来啊，这家店来对了，来尝一尝。钵糕，它其实就是跟那个馅饼一样。酥肉面和枣米有啊？没枣米约定买吧，就是没真。只有酥肉面。对，酥肉、红烧肉、豆腐、丸子、鸡蛋、咸菜儿。行，我要俩钵糕，1个酥肉面。啊，枣米现在天热不做了啊。对，是人少。你们是才刚出摊这会儿？对，每天11点多开门。啊，我以为这是早餐嘞，不是下午6点多。啊，不属于早餐是吧？早餐那卖晚呢，干事儿的。啊，中餐晚餐。没有人做肉馅的，都是这个。肉馅儿都是可以做，1个5块。是人少。那你们这个为啥叫钵糕嘞？为啥叫钵糕？过去说火烧，老早以前说火烧，火里烧的。然后叫个钵糕。以前外边说馅儿饼、菜盒子、块啥的有，一个地方一个叫法。煎出来了。钵的嘛，老早是钵的嘛。啊，你们这儿把那个煎叫钵，钵出来，哦，对，钵的老早钵的嘛，你带这个意思。哦。酱烤了不光是吧？酱好了，酱火里。温切多少？
这面是鸡蛋，啊，翻过来，这面呢就是锅盖。哎呀，你看这多薄这个皮儿，韭菜、粉条还有豆腐，素3样。哦，还有莲菜。哦，还有莲藕。哦，切的碎碎的这种莲藕。哦，莲藕还是脆的啊。哇，不错。它这个馅儿呢，就是那种家常的馅料，一点点的五香味儿，然后盐，再就是这些菜，非常简单的味道，但是就是好吃。哎呀，这真是农家美食啊，农家小吃。这火候掌握的非常好，这个韭菜一定要绿绿的吃。好了是吧？好嘞。酥肉面，上面就是小酥肉，你看，啊，底下呢就是面条，这有一些韭菜。我看本地人啊，大多吃的是素面，素面便宜就5块钱，加这个酥肉呢就是11。这是饸饹面啊，加点这个辣椒。加了辣椒就有感觉了。这个辣椒呢，我不敢使劲加，因为我感觉啊，应该是比较辣的，看着特别的粗。这个面也好吃，它这个汤头啊调的非常的到位，有啥味道呢？这种我还说不出来这个味道。你说它酱油味吧，但是它还有点鲜味儿，它里头搁的这种虾米干，然后还有一些肉末，还有这种蒜香味儿。它有点像南方的这种汤头，就南方朋友一般喝汤的时候爱加一些这种炸的蒜，就是金黄的这种炸蒜，有蒜油的香味，好吃。一加蒜油啊，就感觉就是不像北方的面食啊，它非常的细致，这个味道。在赵城这儿呢，你不吃酥肉面呢，就吃酥肉汤。酥肉也是这儿特色，是吧？好吃。这个酥肉是咸鲜可口，味道很重。微信支付申请小批复收款10.00元。刚才在那儿没吃上枣米啊，我看这儿有了。枣米有吗？啊，来一份枣米。这个你们叫蒸饭？叫枣米。枣米蒸饭啊，就是饭枣米，有枣有米啊，就这2样东西。对。哦，这个啥？这属于是软米子。黏米。黄米子黏米。黄米黏米。啊，就跟那个陕北吃的这个黄面窝窝那个差不多，是不是一个东西？黄面窝窝这个，它本身也是甜甜的，哇，非常的黏。你看这个辣丝儿。辣丝儿。哎呀，看看这个口感。有点像西安的这个净糕，但是呢，它比净糕还要松软。哇，入口非常的绵密，而且很香啊！这个黄米本身就很香。哇，好吃。本身这个挺甜的，如果你能吃糖，还能再加点糖，少来一点白糖，加上糖就更甜了。啊，你们这儿吃这个蒸饭还要配这个汤？啊。哦，这个汤是什么调料汤？这个调料汤，这是老汤啊，
就是刮油挑花，啥都没有添加剂。光是调和。挑花就是那花椒。好。确实是这清口的，一喝这个嘴里头就不腻了，感觉。不油腻。有点韭菜，有点豆腐。啊，这是咸的，这是甜的，你看这俩配到一块儿，好吃好吃。是这样。哎呀，这个口感，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口感啊。酥肉面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锅糕，就你们这儿的特色。对，这个山西的3大美食。福山胜景，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山西蒲县的东岳庙。这里头供奉的是东岳大帝。这个东岳大帝呢是掌管生死的神。今天啊，咱来这个庙里头带大家下地狱。为啥这么说？就是因为这里头有关于地狱的这些文物古建。那说到中国的文物，有一句话咱要提一下，就是地下看陕西，地上呢看山西。我感觉在山西啊，你别说什么市了，就每一个县啊都有值得一看的这文物古建。从这儿进啊，东岳庙。这就是正门，东岳庙中间这个岳字儿它是老写的，你站在这儿感觉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精妙。这个建筑啊，就是全是木质的榫卯的结构，雕梁画栋，而且在山顶上，哇，这个视野也很开阔。你站在这儿就说不出来话，就无法形容，太震撼了。你看这，全都是木头，就雕刻成这个样子。颜色你看，漂亮漂亮。月楼，这就是戏台。哇，这戏台太漂亮了。看一下这棵树啊，这棵树是唐丘树，唐代的时候就有了，年岁也不长，多少年呢？1300多年。好家伙！再看这棵树。你看中间这树的肚子都空了，但是还在生长，枝繁叶茂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，国王有个驴耳朵。这里就是县殿。这里有一个八卦镜，然后再往前啊，这是哼哈二将，然后上面有翅膀的，这是雷震子，就是震八方的妖魔，然后里头就是东岳大帝。你只要一咽气儿啊，咱就比如说你现在死了，不是就假装啊，就比如说你死了，你的灵魂会接受审判。你先来哪儿呢？先来这儿。你看啊，这一排过去是各种各样的司，这每一个司呢前头都有一个这个香炉，就可以在这烧香啊，可以在这祭拜。你看这司，好家伙，这么长，这边一溜，然后那边还有。比如说这是七妹司，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牛头马面，就在这儿看里头。还有黑白无常在哪儿呢？在城隍司。黑无常、白无常，你看白无常的舌头。这么多的司，每一个司前头都有香炉，都可以上香。大家猜一下哪儿是最旺的香火啊？积财司。看来啊，大家还是想发财，积财司。这么多香，这是管啥呢？就管你的钱啊，要来路光明正大啊，不能贪赃枉法，或者是强取豪夺。你看这里头，这地上是真有钱。这边一路审判完呢，就到这儿了。这是引路司，引你到哪儿呢？要么上天堂，要么下地狱，就是评判完了啊。这儿呢，其实上头也能上天堂，但是现在封了，为啥？你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应该也没几个上天堂，不是啊，就是因为人家要保护文物，现在不准上去了啊，你只能下地狱。看这了，地狱，这就是地狱的入口，是往下走的。
啊，朋友们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不是开个玩笑，你要做了亏心事儿，你就不敢下去，为啥？你害怕。那没做亏心事儿的更不敢下去，为啥呢？下去先赏你10个嘴巴子啊，啪啪啪是吧？你还没做亏心事儿啊，骗人！咱就是上来的。这真是下地狱啊！阴曹地府，这边是东曹，这边是西曹，这儿呢是地藏祠，从这儿再往下走，这就是十王府，这里头就是18层地狱。其实这个18层地狱它不是一层一层的，它是平行的，就是18种酷刑对你的一种惩戒。哎，这进来感觉都凉快啊，这阴森的。哇！上刀山下火海啊，炸油锅就在这儿了，10个阎王等着你。看这小鬼在这行刑，特别恐怖。这是刮面，还要拿刀刮脸，这是插眼的。哎呦，这是把人锯2半的，这不知道生前做了啥坏事。这是把人捣碎了。哎呦，这有个石磨子，在这磨人呢。哇，磨出这鲜血，旁边还有个小狗在这舔舐，太恐怖了。这应该是下油锅，在这炸呢。哇！当你受尽各种酷刑、各种折磨，洗清你的罪恶之后呢，就要过这个桥。这个桥就是奈何桥。过了这个桥呢，要喝一碗汤，这孟婆汤，在这熬汤来。喝了汤之后，你就投胎转世啊，飞禽走兽、蛇鼠虫蚁，或者是要再投胎成人。你看那个图，就是6道轮回。手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。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。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的耳朵。我到西天问我佛。佛说我也没辙，那不管有没有辙，咱也得问一问我佛。那刚才呢，咱在地狱里转了一圈呢，现在就来到了天堂啊！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，是山西隰县的小西天。哎呀，这山西啊太魔幻了，下地狱这上天堂任君选择。它这个景区啊，在一个山上，视野是非常的开阔，但是上来挺费劲的啊，走了81个台阶。为啥呢？就是预示着这个9981难啊，人生的这81难啊。上来以后呢，这儿就是大雄宝殿。进这个大雄宝殿里看啥呢？就是悬塑艺术，这儿也被称作中国悬塑艺术的博物馆。
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小镇，叫做香菱镇。我听说在这个小镇上，卖砂锅非常有名，有很多家店啊都是卖砂锅的老店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就是农家乐，在自己家这个院子里头，这有一家叫香菱砂锅，来尝尝。你看那边，看最里头，这就是个村子。香菱砂锅，家和万事兴。哎呀，这一进来啊，别有洞天啊！看这个灯光，出效果了。哇，这么热闹！坐这儿。啊，这儿。点一个羊肉砂锅35，排骨砂锅也是35。再来个包子，它的包子是8块钱10个，是一份的。5号。几号来？香菜、葱花还有蒜片儿，这个是排骨的。刚才我相信大家一看这个价格就有点懵，一个砂锅卖那么贵，你看一看为啥卖那么贵？纯纯的全是肉，那底下可没菜，一点菜都没有，粉条啊、海带啊这些豆腐都没有，纯排骨。这个就是纯羊肉，你看这一片一片的，这个羊肉看着非常的细腻啊，除了肉就是汤。羊肉味非常的浓。哇，来到这个临汾啊，不得不说，本地人的口味非常的重，特别的咸，这个汤很咸，吃啥我感觉都咸。好厨师一把盐啊，不咸就不香。一筷子下去，哇，全都是肉，肉还有葱丝儿。这个肉是有肥有瘦，你看炖的特别的烂，这稍微一晃，感觉都快掉下来了，看看。啊，过瘾！我看本地人啊是这么吃，还要调个蘸水。这个蘸水呢也能吃包子，也能蘸一些肉，辣椒油，还有醋。醋一定要多来点啊，山西醋可真美味。就这个味儿。醋泡羊肉，哇，好吃！这个醋特别的棒，有点回甜、回甘，再来块这个排骨，哇，这块太棒了！他家这砂锅我看主打一个就是炖的烂糊，什么肉炖的都很烂。看一下这块啊，这块才是精排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排骨汤竟然比羊肉汤还要好喝，非常的鲜。淡淡的一股这种大料的味道，还有姜味儿。哇，这个汤绝了！这真是在农村吃饭啊，这农村的院子，尤其是这迎客松啊，高山流水这个瀑布，相信这北方的孩子啊，一看见这个就有家的感觉了。
农村都爱这样装饰。怕下雨啊，还搭了一个棚，跟个厂房一样。尝尝这个包子，肉馅的包子，这个是比大包子小一点，比小笼包呢又大一点。猪肉大葱馅的，关键是啊，它这个面发的好，非常软乎。这山西人啊，吃饭就爱蘸着吃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是蘸着锻炼身体啊，不是啊，是蘸着醋吃。你看山西人不管吃啥啊，这面前呢总有一个小碗，然后旁边呢有个醋壶，一定要蘸着醋。看这个，啊，红彤彤的这个辣椒。这个醋啊，不能说好吃，应该说好喝。这个给你点，你给我说起。